克罗地亚位于欧洲东南的巴尔干半岛，它有着不输任何欧洲国家的地中海海岸线，1000多个岛屿，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堡和布满瀑布和湖泊的森林公园，它绝对称得上是最适合旅行的欧洲国家之一。我在过去的几年2次来到克罗地亚，今天就和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克罗地亚最美的风景吧。克罗地亚最有名的城市叫属巴尔干半岛的皇冠、亚得里亚海的珍珠、面朝大海最坚固的城堡、权力的游戏君临城的原型 Dubrovnik。它位于克罗地亚的最南端，紧邻波黑和黑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公元7世纪，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以其繁荣的贸易和强大的海军而闻名。在15、16世纪，更是进一步将其领土和贸易扩展到地中海的各地。但从17到19世纪，这共和国逐渐衰落，最终成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 ，Dubrovnik 就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最后，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在1991年并入克罗地亚。因为其悠久的历史，保存完好的 Dubrovnik 城堡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古城区的城墙更加高大壮观。它的城墙完整的环绕着古城，有多个城门和防御塔，一面面朝大海，一面则通过桥梁和陆地相连，在冷兵器的时代是不可摧毁的象征。把城墙修成这样呢，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Dubrovnik 这个城呢，它一直是自治的，自己就是自己的一个国家，所在的位置到18世纪、19世纪初都是那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Dubrovnik 只是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每年付一下保护费，就一直没有受到这个土耳其人的侵犯。而另一个城堡弗拉蒂查宫，则是在《权力的游戏》中被拍摄为7国权力的中心——铁王座的所在地 The Red Keep。坚固的城墙和壮丽的外观，无论是在电视中和现实中，都给人同样的震撼。城门上有一句刻在石头上的话，非常有意思 ：“Freedom cannot be sold for all the gold of the world。”古城区的内部也非常值得一逛，它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圣布拉索教堂，位于城堡坚固城墙下方的古老酒窖博物馆，以及成立于17世纪南斯拉夫最古老的 Dubrovnik 大学，还有展示城市历史的维诺宫博物馆 （Rector's Palace）、文艺复兴风格的克鲁格宫博物馆 （Sponza Palace） 以及哥特式的圣索兰修道院 （Dominican Monastery） 等等。进到城里面之后呢，感觉这个古城其实里面还很大、很开阔的，而且很多这种建筑，像后面的这个教堂，相对而且两边不对称的雕像，就是巴洛克式的这种建筑风格。为什么有点这种罗马的风格？哎，没错，它的确受到罗马影响非常深。隔着 Adriatic Sea 的对面就是罗马，就是意大利。你也可以不抱任何目的的随意走走，在众多的石板街道、广场和小巷穿梭，欣赏迷人的历史和文化。这也绝对是克罗地亚旅游的首选。游玩 Dubrovnik， 我们就可以开车3个小时北上，来到有小希腊之称的地中海度假胜地斯普利特 （Split）。这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但和 Dubrovnik 巍峨城堡悠久历史不同 ，Split 有更多海边度假的轻松氛围。Split 周围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Island Hopping 也就是跳岛游，就成了这里最有名的项目。从码头出发，只需要花50到100欧元，就可以乘船出海游1天，参观多个岛屿。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就要出去跳岛玩了。就是我们一会儿要上的船，今天要去3个岛，1整天的时间，在 Blue Lagoon 还有他们家自家的码头，然后船上的所有的酒水都免费的，很激动啊！TripAdvisor 或者 Expedia 上有很多跳岛游的预订，大家可以参考行程和评论再确定。要是淡季去的小伙伴们，如果时间充裕，可以不用提前预订，只需要前一天晚上直接到 Split 码头上问问，会有很多跳岛游的公司为了吸引游客而临时提供更好、更优惠的行程。除了跳岛 ，Split 古城也非常值得一逛。其中圣多米诺大教堂 Cathedral of St. Dominus 可以登上教堂的钟楼，从那里欣赏到城市壮丽的全景。还有古色古香的圣尼古拉斯广场 St. Nicholas Square， 悠闲的马尔萨海滩 Bakvisi Beach， 或者在海边看着日落享受美食。这是 monkfish、squid potato、mixed seafood， 好满足。我最喜欢 Split 的一点是它的历史和现代的奇妙的融合。夜晚走在古城中，你随时可以听到附近酒吧现场演奏的轻音乐飘荡在中世纪的小巷中，而古城墙下重金属夜店的喧嚣，恐怕只有亲自体会才能理解了。
离开 Split 的时候，如果有半天的时间，推荐大家开车1个半小时来看一下克罗地亚之眼 Cetina Spring。它是塞提纳河，也就是 Cetina River 的源头。这条河从东向西横穿克罗地亚，注入亚得里亚海。它也是 Cetina 天然矿泉水的泉水源。太清了，就你看不清楚水是在哪里。这个时候以为水在下面的，这个碰到了。清澈的水从地下流出，创造出一个蓝绿色的池塘，从空中看仿佛像一只眼睛，所以也叫克罗地亚之眼。爱好摄影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周围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环绕，也有一些适合徒步的路线，不过半天就可以走完了，不需要预留太多的时间。不过如果行程不是很匆忙的话，还是很推荐大家在这悠闲的享受一个安静的下午的时光。好的微黄，这刚好。拿着。继续北上，还有个美丽的自然景观——科尔卡国家公园。受克罗地亚东高西低的地势影响，坐落在中部的科尔卡国家公园有着超级美的多级瀑布，从郁郁葱葱的森林中流下，冲刷在独特的岩石上，形成五颜六色的斑斓。这也是克罗地亚最适合徒步的地方之一。最大的瀑布下方是可以下水游泳的，能以这样的方式融入美景，实在是一种享受。从这里向北开不到1个小时，就会来到另一个古城 Zadar。它也有着古城的历史和亚得里亚海的风光，不过相比 Split 以及 Dubrovnik 都略显平淡，就不多介绍了。不过作为一个中部的大城市，往返其他欧洲国家的航班还是很多的，而且价格便宜。如果旅途顺路的话，还是可以花一天逛一下的。从扎达尔再往北1个小时，就来到了有欧洲九寨沟之称的16湖国家公园 Plitvice。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之间，16个大大小小、高低不一的湖泊通过小溪或者瀑布连接在一起。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瀑布 Veliki Slap， 高达78米，非常壮观。而更美的要数公园内的湖泊了，透过清澈的湖水，能够直接看到湖底，在矿物质和阳光的作用下，呈现出细腻多变的蓝绿色调，就像是水底的一幅幅油画。这里非常适合徒步，木质的栈道穿越森林、湖泊和瀑布，美丽的风景会让你忘记身体的疲惫。徒步的路线有长有短，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决定。其中有一些路线还需要乘坐摆渡船穿过湖泊，看着湖上的美景，实在是一番享受。对于爱好自然风光的我来说，这绝对是我最喜欢的克罗地亚的景点了。这就是我觉得来克罗地亚一定要旅游的地方了。我专门定制了一个包括今天所有景点的介绍和旅游线路推荐的地图，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欢迎留言，希望对你的旅行有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